要在 Obsidian 裡面插入圖檔的方法是非常簡單的，只要透過系統剪貼簿直接點擊 Ctrl+V 就可以把檔案給複製到 Obsidian 裡面。但是如果你的筆記是有需要分享或者是公布到其他網站的時候，那這一種貼入進來的本地端的圖片就會造成將來分享上面的一個困難。今天介紹的 Emo Uploader 呢，就是可以很簡單的讓我們將要使用的圖片上傳到 GitHub 或者是這邊列出來的4個網站上面，就可以透過這4個網站再去取得它的檔案的外部鏈接，在 Obsidian 筆記裡面呢，就直接使用外部的網路的網址。那這樣子除了可以節省我們本地端儲存圖檔的空間，也可以很容易的透過遠端的網址，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筆記跟別的朋友分享，或者是公開到你的部落格裡面。張貼到你的部落格的時候呢，你的這一些圖片的網址呢，就不需要做修改了，因為它們都是這一些獨創的網址。我們先前已經使用過 apt-get 這一個工具，我也有錄了一個影片，它是要透過 share commands 來執行外部的一個 apt-get 的執行檔。那透過這個 apt-get 的執行檔呢，去取得上傳到圖床上面的網址，然後再把這個網址自動透過 share commands 呢插入到你的筆記裡面来。因為 apt-get 呢没有把它写成是 Obsidian 的外掛，因此我必須透過 share commands 来執行外部的執行檔。今天介紹的這個 Emo Uploader， 這個作者呢已經是就直接把這個 Emo Uploader 做成的是外掛，因此在外掛裡面呢，只要啟用了 Emo Uploader 並且做了一個正確的設定以後，就能夠把圖片直接上傳到 GitHub 或者是 ImageUR 等等這4個別的圖床的網站上面了。今天我會從最基本的設定呢開始來介紹怎麼樣子來透過 Emo Uploader 來跟 GitHub 做一個整合。要使用 Emo Uploader 这一個外掛，我們有2個主要的步驟要執行。第一個步驟當然就是在 GitHub 上面呢，我們要做一些基本的操作。GitHub 上面的這一些操作做完了以後呢，接着才是去做 Emo Uploader 這個外掛的設定。那因此我們首先就來看一下 GitHub 上面的操作，在這邊就用一步一步的方法來直接操作給大家看。首先我們進入瀏覽器，當我們開啟了 GitHub 的網站以後，首先要點擊加號來增加一個新的儲存庫，因此就是來使用這個 New Repository 來建立一個你要存放圖檔用的儲存庫。進入了這個 Create a New Repository 的畫面，就可以直接幫圖檔建立一個新的儲存庫。假設我們這個名稱，比如說我把它叫做 Image， 然後後面呢必須把它變成是 Public， 這樣子外部的文件才有辦法存取到你這個儲存庫的內容。因此請記得這個一定要是挑選成是 Public， 然後後面就看你的一些基本的選項需不需要再做變更。如果不需要的話，我們直接點擊 Create a Repository。在這個 Create a Repository 建立好以後，就可以直接來對它做一個操作了。那在這邊它預設建立出來的分支的名稱會是叫做 Master。那如果說你希望這個 Master 的名稱你要把它叫做 Main 的話，那你必須使用 Git 呢再去做一個下面這一行指令，把這個 Master 改成 Main。那假如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我就不去動它了，我就直接建立好了這一個儲存庫，就不再做變更了。好，那這是我們第一個動作，儲存庫。接着來建立儲存庫的一個 token。那這個 token 呢，可以把它翻譯成是令牌。一樣進入 GitHub 網站，然後點擊右上角的頭像，在這個頭像找到 Settings， 然後透過這個 Settings 來做設定。在 Settings 的左邊呢，就是可以做設定的選項，移動到最後面，選擇最後面這一個 Developer Settings 開發人員的設定。接着再選左邊的最後面這一個，再建立一個 Personal Access Tokens， 建立個人的令牌，再選擇一個標準的 Tokens。那這個 Classic 就是我們一般常用的一個 token， 因為它後來有一個 beta 版的一個 token， 但是我們還是先使用這個 classic 這一個 token。那接着再 generate a new token， 產生一個新的 token， 選擇這個 classic， 它會需要你再輸入一次 GitHub 的密碼來做確認。接着就可以給這個 token 一個名稱，比如說我要叫做 test for Emo Uploader， 這個名稱隨便你定，然後你的有效期限偷懶一點，可以把它選成這個沒有期限的。然後接着因為我們是要來儲存庫，所以這個 repo 這邊你就要把它勾選起來，這樣子到時候你的整個 repository 你才有辦法去做讀寫。這個選項選擇完畢以後，我們就移動到最下面，直接點擊 generate token， 讓它產生這個令牌。產生好以後，記得這邊有一個
PHP 底線開頭的，這個就是我們的 token。記得點擊右邊的複製，把這個 token 的內容整個複製到系統剪貼簿裡面。那有了這個 token 以後，有關於 GitHub 上面的設定呢就已經完成。那接着我們就是直接要再進行 Emo Uploader 的設定，因此再回到 Obsidian 以後，再進入設定的第三方外掛裡面去找到 Emo Uploader， 進入設定，然後選擇第三方外掛程式，再輸入 Emo， 然後找到 Emo Uploader 以後，點擊選項，再在這邊呢輸入你需要的一些內容。右上角這邊就是選擇你托管的平台，它就有這幾個圖檔加上 GitHub 總共有5種可以來做選擇。我們這邊主要是選擇用 GitHub， 選擇好以後就依序把你剛剛設定的內容給輸入進來。剛剛建立這個儲存庫呢是叫做 Image， 我就把它改成 Image， 分支是 Master， 然後把剛剛貼進來的這一個令牌貼進來，這個是剛剛產生好的新的令牌，然後後面就隨便你打一些東西，然後這個隨機檔名如果你是用剪貼簿的話，我建議把它勾選起来。如果你會是透過檔案总管用拖拉的方法的話，你可以考慮不用勾選。這個路徑指的是你的儲存庫裡面的一個特定的資料夾，是要依照年度來放我的圖檔的話，我就輸入年度2022。那因為它是一個資料夾，所以我後面再多加了一個斜線這樣子到時候產生出來的路徑才會是正確的一個路徑。在 GitHub 的網站上面，如果要新增一個資料夾的話，可以這樣子來操作。首先就是點擊儲存庫這邊的 Add File， 然後再點擊 Create a New File， 接着在這個地方呢，就先輸入你的資料夾的名稱，比如說現在是年度2022，那記得後面再輸入一個斜線，它就會自動產生了一個資料夾，因此2022就產生了，所以剛剛就是輸入2022斜線就可以了。那在這邊就輸入一個 readme.md， 然後在這邊就是隨便輸入2022。那這樣子輸入完以後，在2022這個資料夾裡面產生一個 readme.md， 沒有問題以後，我們就點擊後面的 commit new file， 然後再到 image 這個資料夾裡面，你可以看到這邊就產生一個2022的資料夾了。那在2022資料夾裡面呢，目前只有一個 readme.md。現在在 image 儲存庫這邊，接着再來做一下儲存到資料夾的一個示範。我們一樣按下 Control Print Screen， 然後來截取一個截圖。截圖產生了以後，我們再到 Obsidian 裡面按一下 Control V， 把剛剛的截圖給貼進來。然後來看看它剛剛的這個插入的動作有沒有正確的寫到指定的資料夾裡面。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在這個後面就增加了一個2022這個資料夾了，表示說我們這個圖片已經是上傳到我們指定的 image 這個儲存庫裡面的2022的資料夾。那我們再到 GitHub 上面來重新整理一下，看看檔案到底有沒有儲存到2022這個資料夾裡面。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檔案就已經放到2022這個資料夾裡面了。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整個 Emo Uploader 直接從剪貼簿的圖片上傳到儲存庫裡面，同時把圖片的網址給寫回來這個動作。那透過了這樣子的操作以後，我們就可以把 GitHub 當作是我們的圖床。那將來我們在張貼我們的文章，或者是把我的筆記分享給別人的時候，就不用擔心這個圖檔有漏掉、忘了給的這個問題。那這樣子對於將來文章的整個發布可以說順利很多。那你在寫 blog 文章的時候呢，也就不用再去額外上傳這些圖檔了，只要一開始就把這個檔上傳到 GitHub 上面就可以了。那除了 GitHub， 当然還有作者他也提供了其他的图床的網站可以使用，那各位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選擇適當的圖床。那基本的操作的邏輯應該都是跟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樣子就是只要做後台的操作，再設定 Emo Uploader 成正確的設定就可以了。那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 Emo Uploader。如果大家覺得我的介紹對你在使用Obsidian上面有幫助的話，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今天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